云南之行来到所有人魂牵梦萦的地方——香格里拉。大毛3度进藏，每回忆起都感慨万千。如果要很透的话，真的蓝天配着白云，再配着后头的雪山，真的是太美了。走，我们赶紧走。第一年呢，我是06年来的是西藏。第二次呢，我是10年。蓝天白云一路相随，危险困难处处丛生。躲开落石危机，再遇爆胎尴尬，一切努力只为寻得特有渔获。把它鞋子把它摸出来，再斜一点，再还要放松一点，还要放一点，不放不行，还要放一点。钓点水流湍急难应对，坚持寻觅，终得环水下手竿。我们开头选那个地方可能比这个地方好，水要更缓一点，但是上面的落石啊，就是所有的人都说上面落石太多，我们这个相对的呢，这个落石要好一点。你看，这个山体你看，最多对面有点落石，对我们这边不影响。当地钓友继续传统钓，大毛则坚持尝试手竿。急流之中，究竟谁能拔得头筹，率先上鱼？这根据水嘛，你看推过来以后了，你顺着往那边顺，哎，你还有点往上顶了。大型垂钓纪录片《游钓中国》第2季第8集《探秘香格里拉》正在播出。金龙鱼饵开，鱼饵自然来。欢迎收看由金龙鱼饵独家冠名播出的第2季《游钓中国》。本栏目唯一指定诱竿，开火精工。感谢瑞木浮漂、中西钓线、龙门钓箱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再探云南数天。惊喜的鱼情和美丽的风景让人如痴如醉，流连忘返。沿途随风飘动的经幡和随处可见的青稞架，预示着我们已经来到了藏族的地界。告别丽江，沿虎跳峡而上，海拔不断攀升，愈发的接近此行的目的地香格里拉。连长啊，他那个不透啊，整个还是这个雾太大了。如果要很透的话，真的蓝天配着白云，再配着后面这个雪山，真的是太美了。走，我们赶紧走。除了满眼的蓝天白云和雪山，另一道亮丽的风景是随处可见的骑行大军。轻装上阵，却要只身与遥遥无期的山路与稀薄的空气斗争，让人不得不感叹梦想和追求的力量。要水吗？还有，谢。北京的你们？对。啊，1瓶就够了。1瓶就够了。后面还有给他，这个来，需要水吗？记得你们洗了多久了吃的。7点钟从虎跳峡那个地方出发。哦。我们总共有5个人。哦。有2个搭车了。哦。还有2个在前面。对，我是第一次骑，我我怕有高反。往上去的时候脚觉得不舒服啊，就一定要停。我现在都有那个耳鸣的感觉。肯定会。大概3000多米，我怕高反。2980了。体力没有问题。是。这个高反跟体质没关系。对，它主要就是高原反应，就是对，就怕有高反，所以我慢一点骑。好的，慢一点。谢谢你们。慢一点。到时候。香格里拉钓友安彦斌在优酷互动上与我们取得联系，
向我们展示了曾经的调货高原猎腹鱼，而猎腹鱼仅分布于青藏高原及其周围地区，体延长，略侧扁或近似圆筒形，身披细鳞或裸露，在两列骨鳞之间的腹中线上形成一条裂缝，因而名为猎腹鱼。抵达之时，道路前方一排洁白的哈达，让一路驾车不敢懈怠的我们，顷刻间感受到了藏族人民的热情好客。为了赶这个呢，我就是赶到泰国去了一趟，赶到泰国去呢，你朋友圈发的。对，到泰国去以后呢，就是后来感冒了，就是已经答应你们了嘛，因为我们在微信上一聊，你们在网上留言了嘛，说这边有这个鱼。一直都是阴天，今天你来的天气，你看你看你的天啊！哎呦，哎，你看你的时代，哦，太好了，看你的。哎呀呀呀呀，很难得很难得的，哎呀。迷人的日晕犹如佛光普照，洒落在每个人身上。入口处的白塔顺时针绕行3圈，象征吉祥如意。初入藏区的我们，对这一切风俗都倍感神圣。他们当地有个习俗，当地刚才给我们献的哈达也是，藏区的这种非常高的这种礼节吧。另外呢，邀请我们在这个宝盖塔这个地方绕3圈。热情好客的藏族小伙们知道我们舟车劳顿，特意安排了丰盛可口的藏餐款待我们。一碗热腾腾的酥油茶，为初入高寒地区的我们带来了一丝暖意。我们也毫不客气，大快朵颐，为接下来即将展开的行程做好充足的准备。你那碗倒的应该最浓，我这第2碗也浓，它上面倒在上面都黄黄的下来。哎，对对，酥油啊，跟奶上面接的那一层。此行的第1站，我们将前往相对偏远的香格里拉东望乡大峡谷。但是期盼渔获的心情在此刻却尽数被眼前的美景夺去。狭长而笔直的公路，在2旁青稞架的衬托下直通雪山，仿佛一眼望不到尽头，神秘无比。野生动植物丰富的纳帕海湿地公园，让我们有了跳入这山水画卷之中，与马儿一同放肆奔跑追逐的冲动。途经有着小布达拉宫美誉，且是云南省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的松赞林寺，依山而建，外形犹如一座古堡，集藏族造型艺术之大成，金碧辉煌，震撼无比。哦，太美了。前往东望乡的道路还有近100公里，而且大多是尚未修缮完全的灰土路，阻碍丛生，危险重重。哦吼，哦吼。你们先走，我来看一下，不行我降一下看看。你们先过。好，这大车子就错不过来了，就我这车子，哎呦，吼。哦，倒是紧贴着它那个车子。哎，最快的速度赶快离开。这地方就有落石，你看到了吧？全拿铁丝网捆在这个地方，全是铁丝网。行车时稍有不慎，就可能出现无法挽回的局面。滑落的巨石经常会成为阻碍车流的拦路虎，然而这也给了我们驻足的机会，目睹了两江交汇、泾渭分明的神奇景象。那个汤子的话，你是要用那个，饵料就钓不了了，站不住了。
站不住了，对。为啥这么站着马上就冲进去了？是为啥？是。前几天这是我们要去到，得用到东王湖了。还这个哦，真的是8个够，小时左右真的是够野的。啊，他说的那个电站，是电站的地方，它只要拦起来的地方水就缓。我要如果能用手竿钓，是啊，你就在那钓。我尽量在那钓哎，对我就不跑着钓。那对。我这次来你是不好换，我这次来想探钓一下嘛。嗯。啊，你们还用你们的方法钓吗？我还是想用我的方法去钓一下我们就。不行，我再学你们的方法钓嘛。反正跟着你嘛。那走，我们走吧。赏完美景，再度向钓点进发。可是还没走出半里路，胎压的异常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颠簸的石子路并不友好的问候。应该是车胎问题啊，后胎，右后胎嘛。我们下去看一下，先看一下。我知道在别，是戳到东西了吗？应该是。这样我来先拿那个吧，先拿那个充气吧，充气。不是，它这个口子很大哎，我听到声音了，在吃哦外面。哦，在吃。吃也不管它了，吃也要，就在这个整个卸了这个。哇，小米，来，人家煮了。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不到10分钟，我们又恢复了前行的动力。谨慎驾驶接近半个小时，我们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——金沙江的上游东望乡。我钓到没有？有钓到。钓到没有？钓到了。钓到没有？哦，小的，就是当地的钓友啊，他们在这些流水里面都是用200克、300克的砣，惯用蚯蚓。其实这种鱼应该呢，就是还是杂食性的鱼，就是面饵，他们也有人钓到过。我现在下午肯定还是想找一个缓一点的水，用面饵去钓它。看到如此湍急的水流，想要手竿做钓的大毛打消了再次放竿的念头，想要找一处缓水，因为急流中做钓并不是台钓的强项，且饵料易散，水流过大不易覆钩。商量片刻，决定分头行动。大毛继续上寻钓点，而钓友们就在此先开钓，看看这2天鱼情如何。用当地的这种钓法呢，是2把钩子，一长又短，啊，然后呢，他们用的现在这个砣啊，这是250克的砣，这是200克的砣，这是200克的砣，上面有字的200克。因为这个水流很大，它如果不用这么大的砣啊，对，就应该它应该站不住。下午我来看看吧。哎，这是我的面吗？哎，好了，我的面。中午我们就随便吃一点面，对，晚上再吃了。在这个地方可能是不方便了。钓友们就地开钓，大毛驾车继续寻觅。可是越往上游，路就越来越难走，崎岖不堪，落石不断，一阵阵的大风还不依不饶，仿佛在告知我们雨神又要发威了似的。真的再晚走10分钟20分钟，它只要哪一块土松一点点，只要这个下雨土松一点，这一下来就不是少，一下整个把东北全部能封死。那这个能真的。可以钓，真的可以钓。这绝对可以钓。往后站点，往后站点，往后站点，往后站一点，往后站一点。我这个好地方啊！往地下上来嘛，你现在看的很简单，是，但下去不一定有路走。连续找寻几个回弯，要不然就是陡坎之下不便行径，
要不就是落石频发，危机四伏，垂钓迟迟无法进行。再往老板，再往上面看一点点，会不会再有好一点的？现在要问他就是。哎呦，你到你家了？到他家了。到你家了？有没有缓一点的了？大多数都是这种。稍微再少缓一点的。这个最好的了。而大本营的钓友们这时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放竿开钓了。不过今天的天气状况并不理想，渔获会如他们所愿吗？这的是，主要我们今天来钓的是竹林细鱼，属于猎腹鱼的一种。然后我们的话现在在流水里钓，可能大毛老师他们已经到上面大坝那儿去环水里。大毛老师说他想尝试他自己新的钓法，我们呢依旧是采用我们这本地传统的钓法来钓这个无鳞细鱼。这种看竿尖子的传统钓法，灵敏度稍有欠缺，但是重达200-300克的铅坠却是急流中的制胜法宝。可是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铅坠在岩石繁多、地形复杂的激流中非常容易卡死，这种时候就只能选择蛮力拽线，换上新铅砣了。一天垂钓下来，更换10个8个铅砣都是常有的事。你看我的朋友又被把线卡了，这一块的话可能看着是平，水比较缓，但是水底的话可能有很多石头，容易卡线。因为在我们这儿，我们钓的都是这样的铅坠，都是拿这样大的铅坠去钓，然后把子线绑好的子线的话就绑在这上面，主线上面，是拿这样的方法来钓的，所以说可能有经常卡线啊什么的情况。当地钓友还在重新更换铅砣之时，前方的大毛一行终于找到了一处相对适合的钓位，同样是一处回湾，算不上完美的钓点，但是好在危险系数降低了很多。由于水体开阔了一些，回湾的水容量增长，水面看似平静，实则水下波涛汹涌，暗流湍急。可是此刻也没有别的选择了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雨神啊！雨神来了，下雨了。这边水好像缓一点啊。是从那边下，从这下。好，没事。要安全也就这块安全一点了。是不是？试一下吧。试一下了。那就这样喽。开始。就开始吧。先拿装备，我们先试一下吧。行吧。我在这块只能用新的。这个用哎呀，就跟打仗似的，刚才一阵狂风，现在呢，看起来会不会下我也不知道。这边的天气真的，高原的天气说不准。先不管了，可以。我行，就怕你不行。交给我，你跟我说啊，你要把你自己保护好了就行了。因为我们常年在野外钓鱼，走的都是这样的地方。但是一岁年纪一岁人啊，真的是也不容易了。我今年也50多岁了，但是在这个地方还是要注意安全。真的，我们开头选那个地方可能比这个地方好，水要更缓一点，但是上面的落石啊，就是所有的人都说上面落石太多，我们这个相对的呢，这个落石要好一点。你看，这个山形你看。最多对面有点落石，对我们这边不影响。好，我着了急。今天我跟香格里拉钓友啊，这一大帮钓友陪我到金沙江这一个支流来钓，在上面看还行，但是下面也是不行。到下面这个水啊。你看这能看到这个整个江的这个对面的话呢，水很流，我们这边的水呢就稍微缓一点。今天呢，我还是想用面饵钓一下，因为
当地的钓友呢，一直都是属于探钓，都是你们能看到这些石头都是不安全的，很多石头都是不稳的。用了一包龙兴的这个狂盗几1号，这个呢是龙兴的，是拉饵，因为这个地方没办法去找底了，而且找底可能是挂，可能我全部是要用打浮的方法去钓这个鱼了。我还是把锌饵量加大一点，加到70%。金龙1号鲫呢，这是奶香的，也是拉饵这个呢我加到30%。我就把它做成拉饵去钓它。垂钓正式开始，一切就绪。可是同期的当地钓友那边已经迎来了首条目标渔获——猎腹鱼。卡钎卡到心痛，已经有人开始选择用石头代替铅坠了。然而经验丰富的老钓友李少春，却好像与其他人都不太一样。他们钓那个位置不行，那个地方水太平了。我在钓这个地方是水花有，水相当陡，急流，所以鱼了嘛，一般都是在水有一点急流的地方，它才会在。他们这个钓不到的原因就是水不行，水质不行，而且他们打得太近了，我打的是太远了，我打了现在有15米左右吧，我打到花水里面。鱼一般都在花水里面。流水呀，这是真正的野钓了，没有比我这个还野的了。我看了，游钓中国拍了这么多期，一次是在那个福源是有这么野，那个是打抛竿了，专门打流水，那个流水比这还流啊，往这里打下去，我那拖多大的拖，都是，哎呦。300克、400克的拖，打下去就到这里，比这个流水还要厉害。大毛依旧坚持手竿寻钓，而当地钓友那边情况乐观，已经有了好几尾渔获，让我们见识了激流中传统钓法的威力。我们已经上钩了，我们上钩了，你看，我们已经上钩了啊！我们已经上钩了，鱼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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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钩了。但是不行，但是钓的那么大也差不多了。然后我钓的那个是急水，急水里面就是线就是不容，线就容易绞死掉。风太大了，风一大鱼竿就甩了，所以就是鱼吃不吃的这没有什么反应了。马上就要下大雨了。大风渐起，山雨欲来，钓友们准备收竿。大毛那边伴随着大风的吹起，水流愈发的乱象，抛竿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垂钓可能无法继续进行了。现在你看风又大了，而且现在已经快6点钟了，天也快黑了。现在风已经变天了，一开始有点下雨，我们准备收。收吧，收吧，收了。看来外来的和尚果然难念本地的经，水流乱象，面饵完全无法复钩，手竿做钓受挫，开始折返。明天他将和同来的钓友一道，使用重铅坠底的传统方式寻觅猎腹鱼的踪迹，而奔袭近1000公里，在陡坡峭壁的金沙江上游数次遇险，这一切付出能换来最终的渔获吗？详尽内容敬请期待下期精彩。